有个朋友凌晨传简讯说他被调岗了，不是犯错，也不是绩效问题，是那份工作被 AI 接手了。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安慰，心里想着，如果下一个是我呢？类似的事情越来越多，工作被重新分配，职位被取消，原因很简单， AI 能做得更快，成本更低。这种感觉都不像失业，更像是被系统悄悄地抹去了名字。世界正在重写，算法从不中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齐生。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，在这个 AI 加速的时代里，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正被推向一个没人提及，却正在扩大的边界——无用阶级。孔子说：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，意思是你要先把自己顾好，才能顾家庭、顾社会、顾天下。亚里士多德说：“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”，意思是人如果不参与社会、不参与公共生活，那就无法成为完整的人。你会发现，不管东方西方，古人都把被需要视为人的价值起点。你要参与，你要发挥，你要贡献。但今天我们正面临一个重大问题，我们越来越不被需要了。根据2023年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，全球有超过40%亿的企业已经在他们的核心流程里用了 AI， 像是人力资源、内容制作，还有决策建议这些部门。这说明一件事，你可能还在岗位上，但你的存在必要性正在一点一点被削减。你不是不努力，而是整个系统已经越来越不需要人类来主导什么了。黑格尔说，人之所以成为人，就是因为我们能透过工具改变环境，然后从中获得一种主体性的确定感。你看，我们从石器、农具、印刷机、蒸汽机到电脑，每一代人类都靠着工具在跟世界互动，也就在证明我能改变什么。现在的 AI 不仅是工具，还能设计任务、规划策略、优化流程，甚至取代人来决定该怎么做。那这样一来，人类的位置就变得很微妙，我们从本来的主导者，慢慢变成了不被需要的边缘角色。这几年，全球许多地方的结婚率、生育率都在快速下滑。日本、韩国、台湾甚至出现无子化危机，中国的结婚登记人数逐年创下历史新低，就连美国的年轻世代也越来越推迟结婚与生育。联合国经社部与 OECD 的报告中指出，大多数高收入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家庭规模正在缩小，单人户比例飙升，传统的家庭功能正在被重新定义。很多人会说是因为经济压力，但这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逻辑。当个人无法确立自己的价值，家庭这个单位也会开始瓦解。在传统观念里，家庭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载体。你先有稳定收入，有能力负责任，才有资格成家。但现在的人有太多不确定性，不是爱情，也不是孩子，是未来本身。男性不再是养家的角色，但也找不到新的定位。女性即使能经济独立，也不再是婚姻为必要的出口。社会对家庭的支撑也开始退场，房价高涨，育儿成本过高，工作不稳定，无法养老，这些都让家庭变成一场奢侈的选择。成家不再是必要，而是一种豪赌。更不用说未来的场景里 AI 帮你做饭、打扫、规划行程，那时候你还需要一个伴侣吗？家庭从身份认同的核心逐渐退化为生活配置的一种选项，这种变化不仅仅落在个人身上，也牵扯到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。程序员林先生35岁，原本是某大厂的资深员工，年薪100万，日子恬静而鲜亮。就在他以为可以永远这样下去时，公司一句优化结构裁员，他找了半年工作都没有找到。最后为了还房贷和维持生活，选择开启了路边摊。成年人的自尊和骄傲全在烧烤摊档的迷雾中烟消云散。这不仅仅是个案，更是一个缩影。中产阶级也许正在分崩离析。
我们来看看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。自1971年以来，美国中产阶级的比例从 61% 持续下滑，到2023年已降到了 51%。这代表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已经不再是中产。他们之中要么一部分接住了科技红利逐渐上升，要么被替代缓缓坠落。从历史上来看，19世纪工业革命让大量手工艺人破产，成为新型城市平民。08年金融危机期间，美国汽车城底特律大规模裁员，数十万工人一夜之间失去饭碗，从中产直接滑入失业。哈佛经济学家 David Alter 曾说，科技不是让所有人变强，而是把技能回报拉得更远。什么意思呢？你以为 AI 是工具，但其实它是一面放大镜，会放大那些原本就有优势的人，而让没有准备好的人被甩得更远。那些过去最稳定的工作，初级会计、客服、公文处理、翻译，这些原本是社会中枢，现在成为了第一批清算对象。而失业潮背后引发的是更大的心理问题。以往人们的核心信念是未来可期，你读好书、考好试、进好公司，就能一步步往上爬。但现在这个链路失效了。心理学家 Johann Hari 把这种状态称为慢性未来剥夺感。你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延续今天。社会学家 Bauman 也提出业态现代性概念。在这个时代，没有任何身份是固定的，一切都在流动。换句话说，中产从人生稳定器变成了悬浮幻觉。当社会正在朝向两极发展，一端是极少数拥有技术与资本的超级阶层，另一端则是越来越多被系统排除的无参照者。还记得那部电影 Elysium 极乐世界吗？上层人类住在天上，有医疗，有安全，有算法照顾一切。地球上剩下的都是所谓的多余人口。我们是不是正在慢慢走进那个世界？所谓无用阶级，不是一种骂人的标签，也不是统治阶层阴谋制造出来的概念，它是个统计学上的描述。当一个群体被排除在经济产出之外，也失去参与社会决策的能力，就会逐渐被系统视为无需参照的对象。简单说，就是你所在的系统未必能为你预留参与位置。无用阶级这个词最早由历史学家赫拉利在《未来简史 Homo Deus》中提出。他这样写：随着算法掌握决策与预测的能力，世界将逐渐分裂成一小群升级的人类和大量无用的人类。现在这个预言逐渐变成现实，没有技能的人失业，无法领取保障；有能力的人转型，却发现收入不稳，地位崩解。年轻人选择躺平，因为无论怎么努力都买不起明天。这些人慢慢退出了经济主体的身份，不是不工作，而是工作与社会价值断开连接。世界银行与 OECD 报告中都出现了类似的现象，全球青年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，技能与职位错配成为普遍问题，心理健康下滑与社会孤立成正相关。也就是说，无用阶级的定义不只是没有收入，而是逐渐被系统排除在决策、贡献与互动之外，最终变成一群连社会都不再想要理解的人。我无法改变社会现状，或者主张关停这一切，但我想试着从另一个层面寻找希望，试着改变我们习以为常的看待人的方式。过去我们用劳动、效率、产出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，这个框架曾经合理，因为整个社会依赖人来运作。但今天，当 AI 能24小时运行，不请假、不情绪化，这套产出等于价值的逻辑开始崩解。你可以学新技能、转行、创业、经营自媒体，但不管选什么，焦虑感并不会消失，因为背后的逻辑没变。我只有在产出时才是有价值的。可是这种观念本身是值得推敲的。人不仅仅是社会工具的人，人也可以是创造陪伴、情感连接、美感经验的人。人可以无用，但有意义。老子说，有之以为利，无之以为用。人的价值也许不在于是否能被明确利用，而在那种看似无用却能承载情感与意义的存在感。
这正是我们现在该重新思考的问题。无用阶级这个词最危险的地方，不是它是否真的出现了，而是它让人相信，只要我不被利用，我就没有价值。如果社会不再依赖每个人劳动才能运行，那我们是否可以把人生重新交还给自己？好比说，去感受时间的流动，去欣赏艺术与风景，去建立关系，去玩耍，去创造无用之美，去追求信仰、思想、诗词歌赋、热爱与浪漫。心理学家 Viktor Frankl 说，人不只是追求快乐或成功，而是寻找生命的意义。这句话到了 AI 时代，有没有可能成为普遍现实呢？当工作不再是主轴，我们就要自己定义主轴，不为绩效，不为排名，只为自己存在的光亮。真正的无用感，不是没人雇佣你，而是你也相信了那个评价你的系统。但我们要记得，这个系统只是旧世界的产物，新世界还没开始书写，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共同创作者。如果换一种心态想，这场技术革命会不会不是让我们被取代，而是给了我们一个契机，重新定义什么叫好好活着呢？或许在不久的将来，人类能找到存在本身的价值呢？我知道你会说，哪有那么容易？不工作，没有收入，那怎么存活呀？是的，这样的未来确实挺不容易的，没有基本保障，在失意的人生也难以落地。但我们总得保有希望和期盼，是吧？下一章我们就来谈谈，如果我们想让每个人都能安心探索生命价值，社会又该给予我们什么样的底气呢？如果你也曾感受到这样的时代变化，欢迎留言告诉我，你认为人生价值还能靠什么来定义？如果你喜欢这类探讨，记得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每一集都是一次对未来的预演。现在 YouTube 推出了全新的 Hype 功能，你也可以在影片下方送出一点 Hype 点数，给这支影片加点燃料。每一次鼓励都是我继续做这类节目的动力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Broken glass under my feet, ash in the air, chasing shadows through the fire, I don't care. Heart beats loud like my thunder tearing through. The sky splits open,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?